烧鸟，今天我们挑的这家店啊，有非常特殊的含义，它是我在东京拍摄的第一家烧鸟店。又到了吃那个的日子啊！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我的烧鸟处女座呢？主要是因为他们家烤的鸡都是用的日本非常名贵的那种土鸡，也是他们跟别家不太一样的卖点。我们现在是6点已经到了，那么就是说贵族的鸡肉和超市里面那种很便宜的鸡肉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但它要是不好吃，我们就把它那个了时隔了2年，他们家有什么变化呢？就是当时那个递水的小哥好像成了现在这家店的店长啊！什么呀？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想说废话。すみません。16時は下流です。别的店都是以生肉开始，他们家是以生菜开始，就是说一个剑走偏锋，我们开始吧。萝卜、茄子、南瓜、杏鲍菇，这些菜煮熟了，其实我都很喜欢，但它这么理直气壮，我们也只能吃了。第一串非常的特别，全熟鸡胸肉，我觉得它高明的点是鸡皮和鸡胸肉不是一个部位的，就是它的鸡胸肉上面裹了一层鸡腿的皮，鸡腿的皮在烤的焦脆之后，就像是一层薄薄的固体脂肪包裹着鸡胸肉。然后这个是每家烧鸟店都非常卷的一个菜，就是解腻用的小菜，可以免费无限的加，直到他们家倒闭，所以也是我最喜欢的。接下来是半熟的鸡胸肉，它和全熟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吃起来像果冻，配上今天现磨的芥末，有点辣，还想再来一串。这可能是我在整个烧鸟界最喜欢的一个部位，就是鸡脖子。CCD 也是我最爱的，我真的很花心的。今天这一串格外的弹，可能是因为它今天挑的筋比较多，就会有那种软中带脆、脆中带软的口感。但是鸡翅，今天的鸡翅有一点敷衍，外边看上来今天这串鸡翅有点过于焦脆了，但是牙齿咬下去破皮的那一瞬间，还是能感觉到它在往你嘴巴里面喷那个油水。烤青椒吃起来一点都不辣，这一串烤的特别像成都的虎皮青椒，但是加的是照烧酱。哇，好过瘾啊！接下来是贵族版的炭烤小土豆，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银杏，但是我觉得它今天像烤芸豆。然后是葱煎鸡腿肉，这一串吃多了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卷葱和酱汁的味道，鸡腿的滑嫩就是为了衬托。接下来我们该吃点菜了，2串一起吃真的很过瘾。下一串是油光发亮的鳕鱼鸡肝，它甚至还有点像温泉蛋的蛋黄，一口下去一整个胆固醇就糊住了你的舌头，所以它才叫鳕鱼鸡肝。它里面都是血，它是怎么烤成这个样子的？内脏真的是怎么做都好吃呢。接下来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吃提灯呢？但他们家并没有，他家的特色是蛋液肉丸，它里面是微妙的孜然调味，没有藕丁或者脆骨这种丰富口感的食材，但是它在里面加了鸡皮，我操，这太厉害了！千层鸡皮啊，它其实看着更像千层薯片，它是煮好的鸡皮在烤的，油脂丰富的像在吃油渣。他家的鸡心我其实并不是很认同，我还是觉得它不应该切开烤，你们汁水都跑光了。然后在日本吃鹌鹑蛋是最幸福的，它外面是熟的，但它里面是温热，也不知道师傅用了什么办法，很怪很好吃。今天的主食放眼望去全是料，炭烤的鸡腿肉和鸡蛋也粘在一块儿，轻轻舀一勺，像什么亲子寿司啊，肉香加蛋香加米香，就是碳水和烤串的双重满足。最后一碗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收尾，非常高级的一次体验。没有提灯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下次我们应该去大阪单独吃一次提灯。好了，阿杰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鹅肝在10几年前的时候，好像只有大户人家才吃得起它，但是现在因为各种技术的成熟，我们好像也吃得起了，所以我不允许还有人没吃过它，就当给自己秋天的第一份礼物。更何况它跟和牛加在一块儿，这什么搭配？我怎么没想到？烦死了，吃死它！又到了吃鹅肝的日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阿杰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位于东京的表参道，东京的4大特色街道之一，他家就是靠那个鹅肝和牛三明治出的名。终于给我约上了，哼。すみません。6時予約した流です。被小姐姐拉凳还是头一回。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喜欢说废话。我们还是点他们家最贵的套餐，再美好的一顿饭也不能跳过小菜，但青菜还是算了吧。杏鲍菇可以接受，然后是经典时尚小蘑菇，里面加了满满的香菜。我真的喜欢香菜到想要用它洗澡。不出意外，这种高级烤肉店第一个菜永远都是生肉，但今天的造型还挺特别的。它像包饺子一样，把一个肉馅分成了2块，然后再把鱼子酱铺在上面。旁边那个炸面包特别像金银馒头，有没有？正确的吃法是把肉馅塞进去，说不定这个就是日本版的热狗，又有点像生肉版的油条加麻糍。但说实话，这一口下去，我的快乐又回来了，就吃起来挺过瘾的。但是我只能说，把刚才那个肉换成熟肉的话，可能会更好吃。然后上了一个像红糖糍粑一样的东西，吃起来奶味特别足，因为它里面是牛奶芝士和蟹肉，有点咸蛋黄，有点美乃滋的味道。然后最外面特别像炸过的空心豆腐，口感很像可乐饼，外面酥酥脆脆，里面又很软嫩，很腻但很香。薄切牛舌其实也很美妙，看着它在烤盘上微微卷翘的那个过程，我就已经在咽口水了。吃进嘴里还是那股熟悉的经过烟熏火燎的味道，很柔软又不失嚼劲的口感。因为我加了柠檬汁，就吃10块都不会腻。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，如果是后切的就好了。接下来是什么东西飘过去了？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脂肪不多，但是肉又是最嫩的一个部位，而且他们家是后切，肉的汁水里面混合着油脂，绵软的口感，里面的肉香和奶香都特别足，它就是完全不需要调料我都可以吃一盘的那种。我真的很想给你们听它在嘴里嚼的时候发出那个水嫩的声音。这片肉特别薄，它就是每面
面只烤5秒就被加到碗里了。它这个肉的大小刚好和那个碗的底部是一样的。它碗里面那个酱是那种柚子甜酱，清新的酸味非常的解腻。它其实吃起来更像横膈膜肉，一点都不像屁股上面的肉，它像是肚子上面的肉。喝一口牛脸肉煮的白汤，奶白奶白的，很像鸡汤拉面里面的那个味儿。要是有面就好了。然后下面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前面那些肉都是铺垫，牛菲力、鹅肝、黑松露，它里面的每一个食材都不便宜。看着鹅肝在烤盘上流油，在逐渐变得焦褐的过程，不知道为何有一种莫名的治愈感。再加上主厨的精心摆盘，我只想说，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哦。这个三明治一进嘴，它就是今年之最。牙齿咬穿它之后的第一感觉，先是黑松露黄油的味道，第二个碰到你舌头的东西是鹅肝的脂肪，就是那种超高热量带来的愉悦感。那个鹅肝的口感特别的绵密丝滑，菲力的肉质又是那种紧实滑嫩的感觉，再加上外面烤的有点稍稍脆的吐司，那种层次分明的口感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高级。我第一次有不舍得一口吃完的感觉，吃到最后一口还能看到菲力中间粉嫩的肉，它底下的那个黑色酱汁莫名有一种可口可乐的味道。它这一块真的是味觉新体验，很想再来一份，但是太贵了。但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菜，接下来是和牛寿喜烧，他家用的是牛的前胸肉，戳爆蛋黄，裹着米饭，它设计成刚好是1口的量，相较于刚才那种入口即化的肉，这一块就是比较有肉的实感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裹蛋液，还是那么的好吃。接下来就是牛内脏了，拼盘里面是牛心和胃，还有大动脉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牛心，因为我觉得大动脉还是煮火锅最好吃。牛胃就是特别脆，但是你很难把它全部嚼烂，不过你把它当成肉味口香糖还是很带感的。牛心就是紧实且 Q 弹，超高的胆固醇加上蒜香的调味，2个字形容合适。最后的主食是热气腾腾的黑松露牛肉鸡蛋拌饭，它把那个黑松露一剁碎之后，那个味道就扑鼻而来。这碗饭端起来的感觉就是料特别多，他们家的黑松露跟不要钱一样，入口就是浓烈的汽油味。它的鸡蛋是那种半液体的滑蛋，让米饭吃起来更嫩了。这个就是有钱人吃的蛋炒饭。甜品就是鸡蛋布丁，因为它特别浓密，所以吃起来很像冰淇淋，奶甜奶甜的，就是特别腻人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配得上它的名气，因为它味道真的很好，所以性价比其实还 OK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。卡玩意儿烤羊肉，原来每个国家吃羊的方式差别这么大。日本人的吃法嘛，果然还是很装逼呢啊！不知不觉我们就迎来了凉爽的秋天。然后像我们这种电子榨菜的搬运工，在这种季节当然是以肉贴标，但感觉来日本这么久，烤牛肉、烤鸡肉、烤猪肉，我们还真没少吃。但是卖羊肉的店是真的少，太少了。破音了，又到吃羊肉的日子。为什么日本人不吃羊肉啊？真的很无趣哎。今天我们选的店是在日本东京的新宿，又是这个混沌诞生的地方。胖企鹅。すげえ。6時半予約したのよ。他家可以吃到羊身上19个部位以上的肉，一开始会给一个计时器，说是每块肉只用烤10到20秒。虽然我们已经点了他们家最贵的那个套餐，但是我们现在还要点一点别的单品。我没取牙套，我发现。真胖。他们家的羊都是产自鹿儿岛和北海道，那有没有新疆的好吃呢？今天可以浅浅的对比一下。第一道大前菜是生拌羊肉加沙拉小拼盘，生拌无语。这个生羊肉因为加了照烧料，进嘴之后没有什么膻味，感觉跟生马肉是一个味道。然后接下来这个环节来的有点快，活到150。好的，还是吃羊肉吧。今天的第一份拼盘是羊腿肉和羊羔肉还有羊舌。第一个先来羊宝宝，它吃起来的第一感觉是没有很羊哎，并没有那种很冲很膻的羊肉味，可能是因为小羊身上的肉就是又奶又软嫩，这大概就是年轻的味道。长得像内脏一样的羊腿肉，可能因为它是羊外腿的部位，就会有一点点筋，嚼起来很有韧劲，里面布满了经络，越嚼越有那个羊肉的香味。但是因为羊肉的脂肪含量比较低，瘦肉偏多，所以非常的适合干海交叠。我的六婆呢？我怀疑他们家这个料就是偷的六婆。蘸着辣椒面吃起来的羊肉有种国内的味道了。然后我们烤的时候，旁边的服务员一直在强调不要烤太久，羊肉烤太久就特柴，少烤一会儿保留住里面的肉汁，那样才会 Q 弹。而且烤羊肉并不会渗出很多油，四舍五入吃羊肉不会胖。最后烤一下厚切羊舌，蛮扎实的。羊舌外面吃起来比牛舌更紧实，但是里面又特别的软，它里面像那种炖了好几个小时的牛舌。哎，好怪的口感哦，茄子啊，就是没有任何调料的茄子。接下来是一盘切的巨好的菲力，它在烤盘上的时候我就有点咽口水了。烤熟之后在旁边的雪盐上面滚一圈，这个感觉特别的治愈。它这种特制的雪盐是那种不规则的片状，那个咸味非常淡，甚至有点奶香，用那股淡淡的奶咸味激发出肉的鲜味。我现在特想刨2口米饭，然后这一盘铺满的是低温调理的羊屁屁肉。官方吃法是蘸着芥末吃，但是它的味道又特别像成都街边卖的卤牛肉，那就是说卤味我们要蘸什么吃？哎，六婆呀，不是广告。你甚至还可以把这个卤味拿来烤一下，因为这一块肥肉比较多，烤一下之后那个油香简直扑鼻。好的，接下来是这个肋骨肩膀肉，这个部位带了一定的脂肪，但是烤了之后那个部位吃起来有点脆脆的，就吃起来很有弹性的脂肪，不油腻不松软，甚至还可以嚼一会儿。下一块是羊沙拉，就相当于是羊的里脊肉，我不是很喜欢那个肉，它就没什么油脂。下一口给到了我们的羊汉堡肉，这一口羊肉回头紧皱，羊肉团子里面的汁水和油脂还是很丰富。他们家把羊肉打得特别细，它其实就是羊肉版的酱汁狮子头，还可以蘸一下生蛋黄咸酱油，就是味儿很浓，很想吃米饭。
胖死我。然后吃一个羊心，话说羊心算羊杂吗？就稍稍烤一下之后，那个口感特别细腻，甚至还有点鸡心的味道。果然那个羊膻味真的会让人很开心。最后收尾的是羊肉寿喜烧，果然是日本人开的店，好吃还是好吃的，但是羊肉的脂肪没有牛肉那么高，口感基本上就是靠鸡蛋的滑嫩来提升。甜品是冰淇淋，是一个猴子。总体来说他们家味道很好，膻味很足。鉴定完毕，但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国内的做法。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想来一碗羊杂汤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，6万岁。寿喜烧，你们说日本最老的寿喜烧店它还在吗？这是一个疑问，但也是一个很值得寻找的答案。我操！所以我就去搜了，现在因特网上能找到最老的店在京都，我就知道又是哪儿。就是不管37、29、78、63，我们又花了2000块钱车票过来做慈善，就当满足这个夏天最后的好奇心。这家店叫寿喜锅啊，1864年就开了，比我们之前吃了1886年的还老。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刚出生。它在京都的5大花街之一，先斗厅。我走在这条街上，我感觉我都老了20岁。它藏了大量的百年老店，这条街真的全是店，太爽了。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选说废话。すみません。7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けど。我每次都会觉得这种全日式的装修私密性特别好，这种古朴的氛围感比东京的强多了，价格也非常的讲究。不说钱，说缘分的缘，一盘肉8500元，前菜是一个芝麻豆腐，就这个东西在京都特别流行，属实开胃，特别的滑嫩，甚至像鸡蛋羹。然后就没有那些无食包间的前菜了，直接开始做锅，先是一块牛油润一下，然后撒上白砂糖，非常关西的做法。然后在白砂糖还没有化开的时候，铺上牛肉 A5 的和牛就是一个大，煎一下之后再倒入酱汁，听着锅从滋啦滋啦的声音变成了咕噜咕噜的声音，看着和牛从红白相间变成了棕色，看着我从110斤变到了130斤。然后我们开始搅鸡蛋，真是肉汁大，一口吃不下。我发现这个蛋液的作用不仅是让它变得更滑嫩，主要是给那个肉片降温。他们家的寿喜烧特别的清新，不会太甜腻。说着第一口不吃饭，但我还是没忍住。而且他们家的酱汁没有那么抢戏，所以更加突出了它和牛油脂的那个甜味儿。不愧是老店，还会在锅里放魔芋丝、大葱还有豆腐。第二口下去仍然很满足，滑蛋牛肉和米饭太配了，温热的牛肉和蛋液混作一团，包裹着颗粒分明的米饭，难以抗拒的鲜嫩。再来一口，2片滑牛让我刨了一整碗米饭。前面刚说完他们家8500元一盘，我们又追加了一份2片16000的和牛。来口和牛卷葱，我们先不卷葱根，卷那个绿色的葱叶，因为我觉得葱叶更有那个葱的味道，而且那个脆脆的口感包裹在寿喜烧里特别解腻。葱里面的甜还带一点辛辣。又想炫饭了。吃完之后继续煮菜，大葱、洋葱、小香菜，就这个锅越煮到后面就越清新。又是每次的固定环节，魔芋丝加蛋液还是那个滑溜溜的口感，想念起了那道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。接下来换了一个蛋液，重新又加了一份肉。其实吃豆腐的时候也非常讲究，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嫩，嚼起来特别的扎实，用和牛卷着它吃就很完美。外柔内刚好像不太合适。接下来是香菜，我发现香菜煮了之后就没有香菜那个味儿了，淡淡的香菜味配上和牛，像是火锅里面煮的茼蒿和肥牛。最后一片还原我们最原汁原味的。这一口真的太大了，但是也必须得塞一口米饭进嘴，不然这口和牛都没有灵魂。寿喜烧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吃？餐后的甜品是一大牙哈密瓜，这东西在日本非常的昂贵，但它甜得来像打了糖水一样。总结一下就是他们家店是我吃过的寿喜烧里面性价比还比较高的，古朴的氛围，美丽的古街景，带朋友过来吃就是有品味有情调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真好，这家店卡玩意儿。